2002年，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了一个中国村庄群体长发女之最，世界第一长发村。这个村子藏在广西的大山里，只有60多户人家，却拥有一个惊人的数字：70多位女性的头发超过 1.4 米，最长的达到了 2.7 米，比姚明还高的头发盘在头顶，像一顶巨大的黑色王冠。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一位89岁的老人，90%的头发依然是黑色的。他缓缓解开几十年没剪过的长发，乌黑的发丝从头顶倾泻到地面，在地上又盘了一圈。桂林医学院的教授专程赶来检测，结果让他愣住，89岁老人的发质竟然和一位26岁的护士几乎一样。而这一切的秘密，竟然只是一罐发酵7天、闻起来酸臭的淘米水。56岁的潘红妹就是这个村子里的长发女人之一。她身高只有1.5米，但头发却长达1.65米。当她坐在木楼里缓缓解开发髻的时候，屋子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因为她的头上不是一股头发，而是3股。她慢慢把头发分开，一股一股展示。第一股头发颜色稍微浅一点，发尾有些发黄，这是她18岁那年剪下来的头发。潘红妹5岁开始留头发，13年里从来没有剪过一次。到了18岁，头发已经长到腰部。那一年农历3月初3是洪瑶族最重要的节日长发节，也是她的成人礼。那天清晨，母亲把她叫到火塘边，拿出一把剪刀，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，她留了13年的长发被剪了下来。母亲把这束头发用红布包好，小心地放进一个木箱。从那以后，这束头发在箱子里整整睡了38年，直到她结婚那一天才再次被取出来。第二股头发看起来更黑一些，但长度参差不齐，这是她38年来掉落的头发。在洪瑶族，女人掉落的每一根头发都不能丢，梳头掉的要捡起来，洗头掉进水里的也要捞出来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38年的时间，这些头发慢慢积攒成了一大把。因为在洪瑶人的信仰里，头发里住着灵魂，丢掉一根头发就等于丢掉一分福气。第3股头发是她现在正在生长的头发，乌黑、粗壮、发亮。结婚那一天，她把18岁剪下来的头发，38年来收集的头发和现在生长的头发3股合在一起，盘在头顶。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剪过一刀。这就是洪瑶族女人守护了上千年的传统，一生只剪一次头发。潘红妹家的火塘边放着一个陶罐，陶罐里装着一种乳白色的液体，味道很奇怪，有点酸，有点馊，还带一点草药和柚子皮的香味。第一次闻的人几乎都会皱眉，因为这味道真的很像放坏了的米汤。但就是这罐闻起来像馊水的东西，却是洪瑶女人守护了1000多年的秘密。这就是发酵7天的淘米水，而这罐水的制作要整整7天时间，每一步都不能错。第一步是选米，不是任何米都可以，必须是龙脊梯田的香糯米。这种米在这里已经种了2000多年，颗粒饱满，香味浓。潘红妹抓起一把米倒进木盆，再加入刚从山上接回来的山泉水，水冰凉刺骨。她用双手反复揉搓大米，让米粒互相摩擦，一点一点把营养释放进水里。慢慢的，清澈的山泉水变成了乳白色，像被稀释的牛奶。这就是最原始的淘米水。第2步是煮。潘红妹把淘米水倒进陶罐，放在火塘上，柴火噼啪作响，橙红色的火焰舔着陶罐底部。但在煮之前，她还要往里面加入3样东西。第一样是茶枯，这是由茶籽榨油后留下的残渣，被压成棕褐色的硬饼，硬得像石头。潘红妹拿起柴刀，咔嚓一声劈开，再把碎块放进石臼里，用木棒一点一点捣碎，直到变成粉末，然后抓起一把撒进淘米水里。第2样是柚子皮，屋檐下挂着一串去年秋天晒干的柚子皮，颜色已经发黄，但凑近一闻仍然有淡淡的柚子香。她把柚子皮撕碎，丢进陶罐。第3样是草药，落叶藤、野菊花根，还有几种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山野草本。这些草药都是她前几天刚从山上采回来的，晒干之后再放进淘米水里。不久之后，陶罐里的水开始翻滚，乳白色的淘米水不断冒泡，茶枯慢慢溶解。柚子皮是放出香味，草药的颜色一点点渗出来，整个火塘边弥漫着一种复杂的味道，米汤的甜，草药的苦，柚子的清香，还有茶枯特有的气味，说不上特别好闻，但也并不难闻。潘红妹不停搅拌，让所有成分慢慢混合在一起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淘米水开始变稠，像一锅浓汤。她把火撤掉，让它慢慢冷却。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发酵。等温度降下来，潘红妹把淘米水倒进陶罐，盖上厚厚的木盖，再用布条一圈一圈缠紧缝隙，然后把陶罐搬到屋子最阴凉的角落，那里终年不见阳光。接下来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能打开，也不能晃动，只能等整整7天7夜，让时间慢慢发酵。
第7天，潘红妹打开陶罐，一股强烈的味道瞬间冲出来，酸馊，像米汤发酵过头，又有点像益生菌的味道。淘米水的颜色也从乳白色变成了米黄色，表面浮着细小的气泡，看起来并不漂亮。但就是这罐臭臭的水，却是红瑶女人的护发神器，里面含有皂素、多酚、B 族维生素、氨基酸、有机酸，还有铜、锌、锰、硒等微量元素，可以去污、起泡、杀菌、修复并滋养头皮，是一种天然的护发配方。潘红妹每3天洗一次头，但她的头发有1.65米，在家里根本施展不开，所以只能去河边。清晨，她提着木桶，里面装着发酵好的淘米水，走到金江河边。河水在晨光里闪着光，河边已经有几位妇女在洗头。她们解开发髻的一瞬间，黑色长发从头顶倾泻下来，像一条条黑色瀑布。潘红妹坐在石头上，慢慢解开发髻，3股头发一点一点放下来，长发落到地面，又在地上盘了几圈，远远看去像一条黑色的丝绸。她把头发理顺，然后把木桶里的淘米水全部倒上去，米黄色的液体顺着头发流下，每一根发丝都被浸透，空气里立刻弥漫出那股熟悉的酸味。潘红妹双手抓住头发，从发根到发梢慢慢揉搓，动作很轻，因为在红瑶人的观念里，断一根头发都是损失。渐渐的，头发上出现了细密泡沫，这是茶枯里的皂素，它的作用就像天然洗发水。她继续揉搓，同时按摩头皮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整个过程要整整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她提起那1.65米的长发，走到山泉边，把头发浸进水里冲洗干净。随后，潘红妹不会用吹风机，她把长发盘在肩上，让它自然风干。3个小时后，1.65米的长发完全干透，干透后的头发蓬松浓密，发量看起来像翻了1倍。这就是7天发酵淘米水的秘密。在黄洛瑶寨，60多户人家，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罐发酵的淘米水，从60岁的老人到20多岁的年轻女孩，他们从不用洗发水，也从不用护发素，就靠这一罐闻起来臭臭的水，把头发养成了世界最长的黑发。村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：淘米水洗头，头发长到老。这不是传说，而是祖先用2000年时间验证出来的智慧。但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就在黄洛瑶寨几公里外，有个壮族村寨也用同样的淘米水洗头，同样的米，同样的茶枯，同样发酵7天，但他们的头发最长只有1米，再也长不下去了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潘桂英今年89岁，但第一次见到她的人几乎都会怀疑自己的眼睛，因为她几乎没有白头发。当她缓缓解开头巾，屋子里的人都会愣住。黑色长发从头顶倾泻下来，一直垂到地面，甚至在地上又盘了一圈。头发的长度已经超过了她的身高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整头头发90%都是黑色，只有头顶零零散散一小撮白发，大概只占10%。89岁的老人却依然拥有90%的黑发，在外面的世界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这个现象很快引起了医生的注意。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皮肤科教授黄希专门来到黄洛瑶寨，他带来了专业的检测仪器，想看看这到底是奇迹还是错觉。第一项测试叫轻拔发丝试验，这是检测头发是否进入休止期以及发根是否牢固的方法。黄希抓起潘桂英后脑的一撮头发，然后快速向外一拔。正常情况下，如果一次能拔下5根以上头发，就说明发根已经松动。但第一下拔没有掉，第2下拔还是没有，第3次、第4次、第5次、第6次，连续6次，潘桂英的头皮都被扯红了，但一根头发都没有掉。黄希愣住了，他从医30多年，检测过无数人的头发，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。一个89岁的老人，发根竟然比很多30岁的年轻人还要牢固。接下来进行第2项检测，毛发镜检查。毛发镜是一种高倍显微设备，可以把头皮放大200倍。屏幕上，潘桂英的头皮被清晰放大，黄希一点一点观察，头皮颜色正常，没有明显发红，头皮屑极少，几乎看不见，毛囊健康，没有堵塞。每一根毛干都很粗、很直、很光滑，没有分叉也没有畸形，发丝甚至带着自然的光泽。为了对比，黄希又找来一位26岁的护士做同样的检测，结果出来的那一刻，屋子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屏幕上2张对比图并排显示，左边是89岁的潘桂英，右边是26岁的护士。头皮发红程度，89岁的更少；头皮屑数量，89岁的几乎看不见；毛干粗度，89岁的更粗。光泽度89岁的更亮。黄希盯着屏幕整整5分钟没有说话。他从医30多年，检测过无数人的头发，从20岁的年轻人到80岁的老人。他以为自己已经见过所有情况，但这一次他错了。
89岁老人的头发竟然比26岁年轻人还要好。这一刻，黄熙意识到他对衰老的认知可能是错的。接下来，他又给56岁的潘红妹做了同样的检测，清拔发丝试验，连拔6次，一根没掉。毛发镜检测，发质几乎和26岁的护士一样。黄熙把3个人的检测数据放在一起对比，26岁护士头皮健康度85分，毛干质量90分；56岁潘红妹头皮健康度87分，毛干质量92分；89岁潘桂英头皮健康度86分，毛干质量91分，3个数据几乎一样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在这个村子里，头发似乎不会随着年龄变老。56岁约等于26岁，89岁约等于26岁，这几乎颠覆了所有人的常识。于是黄熙开始观察潘桂英的日常生活，他想知道这个秘密到底藏在哪里。每天清晨5点，潘桂英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梳头。他从墙上取下一把木梳，这把木梳是他父亲60年前亲手给他做的，材料是由茶树的木头，木质细腻，梳齿圆润，不会伤到头皮。他坐在火塘边慢慢解开头发，然后开始梳，1下、2下、3下，一直到整整100下。动作很慢也很轻，因为在洪窑人的观念里，断一根头发都是损失。整个过程要20分钟，而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70多年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桌上常见一道菜，油炸小鱼仔。这种鱼只有手指那么长，是儿子早上从金江河里捕回来的。洪窑人相信鱼富含蛋白质，可以减少白发和脱发，所以村里的男人每天都会去河里捕鱼给女人们吃。下午的时候，潘桂英会坐在门口晒太阳，但她的头发始终是盘起来的，外面包着厚厚的头巾。洪窑女人有一个规矩，头发不能晒太阳，因为他们认为紫外线会伤害头发，所以只要出门一定戴头巾。这个习惯已经传了上千年。每隔3天，潘桂英都会去河边洗一次头，用的依然是那罐发酵7天的淘米水。洗头20分钟，冲洗10分钟，整整30分钟。洗完后，她也是让头发自然风干3小时。晚上8点天刚黑，她就上床睡觉。她睡得很早，也睡得很沉，每天至少保持10小时的睡眠。洪窑女人相信头发是在夜里长的，睡得越好，头发长得越快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5点起床，梳头100下，中午吃鱼，出门戴头巾，每3天洗头1次，晚上8点睡觉。这一套生活方式，他坚持了整整89年，最后养出了震惊世界的头发。当黄熙离开黄洛要寨的时候，他带走了潘桂英和潘红妹的头发样本，准备送进实验室做更深入的研究。但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洪窑女人的长发奇迹并不来自某一种神秘配方，而是来自一种持续一生的生活方式。而那罐闻起来臭臭的淘米水到底有什么秘密呢？后来有科学家把它带进了实验室，结果让所有人都惊了。茶窟就是那个硬得像石头的棕褐色饼块，科学家从里面提取出一种物质，把这种物质加进水里轻轻一摇，试管里立刻冒出大量泡沫，而且很久都不会消失。这说明什么？它的作用和洗发水几乎一模一样，能起泡，能去油，能洗干净。更厉害的是，它还能杀菌、消炎，让头皮保持健康。而淘米水本身也不是普通的水，检测发现里面含有 B 族维生素、氨基酸，还有铜、锌等微量元素。这些东西正好都是头发生长最需要的营养。最关键的是那7天的发酵，发酵过程中淀粉被分解，产生一种叫乳酸的物质，能软化头发，让营养更容易渗进去。当茶枯、淘米水、柚子皮、草药混在一起，再经过7天发酵，就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洗发配方。科学家看完数据后说，洪窑女人用了2000年的方法，其实就是一套天然洗发水。但这个配方外人很难真正复制，因为秘密不只是这些材料，还有龙脊梯田的水、气候、土壤，以及洪窑女人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，少了任何一样都做不出同样的效果。就在黄洛窑寨几公里外，还有一个村子叫古壮寨，这里生活的是壮族人。奇怪的是，2村女人洗头的方法几乎一模一样，但为什么同样的方法，洪窑村能长到 2.7 米，壮族村却只有1米？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冯志明专门对2个村子的女性做过统计，结果非常惊人。在黄洛窑寨，头发超过 1.2 米的女性占到 60%到 70%， 平均长度约 1.7 米，最长达到 2.7 米。而在古壮寨，头发超过 1.2 米的女性不到 10%， 平均长度只有 0.8 米到1米，最长也不过 1.5 米。2个村子的长发比例相差了6到7倍。显然，这已经不是洗头方法能解释的问题。冯志明认为，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基因。
头发的长度、生长速度和密度很大程度上都由遗传决定。而洪瑶族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，族内婚姻。几百年来，洪瑶人与外族通婚的情况很少，大多数婚姻都发生在族群内部。这种相对封闭的婚配方式让某些特征不断被强化，其中之一就是长发。一代一代传下来，洪瑶女性的毛囊生长周期更长，头发生长速度更快，也更不容易脱落。换句话说，淘米水只能养好头发，但能长多长，很大程度上写在血脉里。但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这是基因，为什么男人却没有长发？在黄洛瑶寨，男人的头发其实和外面差不多，很多人30多岁就开始脱发，40多岁甚至已经秃顶。医生黄希认为，关键在于激素。男性体内雄性激素含量更高，其中一种叫双氢睾酮的物质会缩短毛囊的生长周期，让头发更容易脱落。而女性体内雌激素更多，能够延长毛囊生长周期，所以洪瑶女性才能把这种长发基因发挥到极致。在黄洛瑶寨，长发不仅是一种外貌特征，也是一种传统。很多家庭祖孙3代都是长发，奶奶2米，母亲1米8，女儿1米5，长发几乎成了家族的标志。但这样的传统也正在慢慢发生变化，年轻人开始走出大山，到城市读书、工作，见识更大的世界。有些人开始觉得这些习俗太麻烦了。24岁的马志曾经对母亲说，他也想像外面的年轻人一样剪短头发。他的母亲潘杜英听到后整整哭了1天。他对儿子说，头发就是我们的命，你剪了就是不要这个传统。最后马志没有剪，不过这个古老传统也给村子带来了新的变化。过去的黄洛瑶寨非常贫穷，很多村民回忆，那时候中午经常吃不上饭。后来龙脊梯田被开发成景区，黄洛瑶寨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，只为看一件事，长发。曾经只属于山寨里的传统，如今也慢慢变成了一种文化和产业。随着游客越来越多，村子里的生活也开始发生变化。2020年，黄洛瑶寨整村实现脱贫，长发不仅是一种传统，也成为了村子新的希望。2023年4月22日，256名洪瑶女性把自己的长发连接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条长达456米的长发链，并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但对很多老人来说，长发仍然不仅仅是一门生意。56岁的潘红梅已经做刺绣40多年，现在她每周都会到村里的小学教孩子们刺绣，也教他们洪瑶族的文化。她说，如果我们不教，以后就没人会了，我们的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掉。夕阳落在金江河上，河岸边70位洪瑶女人同时解开头巾，发髻散开，黑色长发从头顶倾泻而下，1米、1米5、2米，头发垂到地面，在夕阳里闪着金色的光。这一刻，你才会明白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天下第一长发村。广西龙脊深山里的黄洛瑶寨只有60多户人家，却守住了一种延续2000年的传统。夜色降临，女人们重新盘起长发，走进村寨深处，金江河继续流淌，而那一刻的画面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本期眼见中国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